各位朋友啊，印度三哥又在做白日梦了，你敢信吗？根据印度报4月25号的权威报道，印度前陆军参谋长纳拉瓦内公开表示支持所谓的阿克塞钦换藏男的方案，说这是目前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最现实的路子。他还大言不惭地表示，中国是印度的长期的战略挑战，印度过去对中国的认知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咱先来看看这个基本的事实啊，阿克塞钦面积约 3.3 万平方公里，位于新疆的和田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从汉代开始，这里就是中国西域的一部分。清朝的时候纳入了中国的版图，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进行管辖。1956年到1957年，中国修建了新藏公路，也就是219国道，其中有200多公里穿过了阿克塞钦。这条公路是连接西藏和新疆的唯一的陆路通道，是中国西部边境的生命线，战略价值无可替代。如果没有这条公路，新疆和西藏的联系就会被切断，中国的西部边防就会出现巨大的漏洞。所以阿克塞钦一寸都不能丢，中国绝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的让步。咱们回头再说说藏南地区，面积呢约9万平方公里，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历史上一直都是中国西藏的一部分，是门巴族、珞巴族等少数民族世代居住的地方。1914年，英国的殖民者背着中国政府和西藏的地方政府代表私下签订了非法的西姆拉条约，画出了一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把藏南地区划给了英属的印度。中国政府从来没承认过这个条约，也从来没有承认过所谓的麦克马洪线。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的军队曾经收复了藏南的大部分地区。后来呢，是因为当时的国力贫瘠因为后勤补给的困难，主动撤回了实际控制线以北。印度趁机重新占领了藏南地区，还单方面设立了所谓的阿鲁恰纳尔邦。那么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这个所谓的邦那藏南地区的主权呢，永远属于中国。所以说纳拉瓦内提出的这个互换方案从根本上就是错的，那么中国也不可能用中国自己的领土去换中国的藏南，他们是在做梦。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后，我国曾将印度全部赶出了中国领土，但奇怪的是，在印度未做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我国却主动撤离了优渥的藏南地区，转而加强了对阿克塞钦的管控，并一直牢牢掌握至今。那么我国当初为何选择撤出藏南，又为何坚决选择守住阿克塞钦？中印边境争议从何而来？中印边界线长约2000公里，分为东中西3段，但历史上却从未正式划定。而中印边境的争议则主要与英国殖民者有关。在19世纪以前，中印边界一直遵从一条传统习惯线进行各自管辖，其中中段和西段分别沿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走下划分，东段则以喜马拉雅山南麓、阿萨姆平原北部边缘为界。但19世纪中叶，英国击败莫卧儿帝国，并在1858年成立英属印度。随着英国殖民者完成对南亚的统治，他们逐渐将目光转向与印度接壤的新疆、西藏地区。先是在1865年，英属印度官员约翰逊打着边境测绘的名义，在当时清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沿昆仑山画出了一条线，将中印西段以喀喇昆仑山走下划分的传统界限向东推移至阿克塞钦东侧，使得我国面积超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私自划入了英属印度的克什米尔地区。但这条伪界线也仅出现在英国殖民者绘制的地图上，并未起到任何实际作用。印度也从未对这里进行过任何主兵。而这种篡改传统习惯线
模糊边界的方式是英国殖民者的惯用手法。1914年在讨论如何处理西藏问题的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代表麦克马便在未通知民国的情况下，私自篡改了中印东段界限。这条界限便是沿喜马拉雅山系分水岭连接中部边界至伊索拉西山口的麦克马红线，为界线长1700公里，将原本属于我国西藏的9万平方公里藏南非法划入了英属印度版图，且英国在当时隐藏了这一消息，直到1936年才被首次公开提及。但无论是约翰逊线还是麦克马红线，自始至终却未得到我国的承诺。中断争议也如出一辙，且由于清朝时期与印度的界限本就不确定，英国借此对西藏边境展开勘测，并私自将界限推至香扎、拉布地地区以北分水岭上，侵占了属于我国的桑、从沙地区等领土。1947年印度独立后，全面接管了英国殖民时期所侵占的我国边境领土，并试图以此为跳板，继续将势力向西藏、新疆深处推进。直到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后，我国仅用1个月时间将全部印军赶出中国领土。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中方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便主动撤出藏南地区，退回至战前实控线。在西线撤军时，我国却成功实现了对整个阿克塞钦的实际掌控，并一直坚守至今。我国为何一定要坚守阿克塞钦？阿克塞钦指的是我国新疆与西藏交汇处的一片半封地山间盆地，地处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面积约为 4.26 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区域内地势平缓。其西侧毗邻印控克什米尔，有多处山口可通往拉达克，这里自古便是我国新疆与西藏交流，以及我国西北西南地区进出南亚、中东等地区的重要通道。1957年，我国在新疆叶城至西藏阿里地区建起了一条新藏公路，该公路长1179公里，在西藏的日喀则市与318国道的中尼公路段交汇。该公路建成后，成为进藏最高效、最便捷的一条路线。阿克塞钦则是新藏公路的必经之地，且这里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只有400公里。借助这里的地理优势，可对印度腹地长驱直入。其次，阿克塞钦还是我国面向中亚、南亚地区的重要桥头堡，其东侧便是阿里地区。阿里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北部，面积高达 33.717 万平方公里，是国家安全屏障的西部战略要地。通过阿克塞钦便可轻易进入阿里地区，而阿克塞钦和阿里地区均是我国新疆与西藏沟通的重要通道。一旦失去阿克塞钦，阿里地区也将无法坚守，届时沟通新疆和西藏的陆地联系也将被中断。因此，我国绝不能失去阿克塞钦。另外，阿克塞钦西侧毗邻克什米尔，克什米尔地区是印巴最大争议区，该地区总面积高达 17.3 万平方公里。目前巴基斯坦控制的该地区2/5部分，巴基斯坦与我国长达599公里的边界线便位于此，而巴基斯坦则是南亚地区牵制印度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与中亚、南亚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对于印度来说，阿克塞钦可作为争夺克什米尔的关键跳板。一旦阿克塞钦被印度占领，巴基斯坦极有可能丢失所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一旦整个克什米尔全部被印度控制，我国也将失去与巴基斯坦所有接壤边界线，不仅将影响中巴的地缘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巴经济走廊等战略项目也将失去效用。因此，我国必须时刻死守阿克塞钦，才能在西部边境对印度形成一定震慑，从而维护边境安全以及地区稳定。我国新疆以及西南大后方才能得以安全稳定发展。我国为何撤出藏南？藏南地区则是我国与印度东段最大争议地区，这里是我国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部的重要领土，在行政上隶属于我国西藏的山南省和林芝市一部分，且区别于阿克塞钦高寒缺水气候。藏南因处于印度洋暖湿气流迎风坡，气候闷暖湿润，水热条件十分优越，适合多种亚热带作物生长，因此这里也有着西藏的江南之称。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后，原本我国有机会将这片优渥领土全部收回，但在我国主动撤出时，印度却趁机再次进入藏南，导致藏南大部分面积仍被印度非法占领。实际上，我国当初撤出藏南是无奈之举，也是高瞻远瞩。从地图上来看，藏南南部与印度阿萨姆平原对接，印度可借此轻易进入藏南地区，但藏南北部则是平均海拔7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
这种地理上的局限，在我国防务能力还不够发达的年代，边境补给便成为了最头疼的问题。由于缺乏后勤运输的有效路线，我国向边境输送的所有物资都需要通过藏民车拉肩扛的方式。冬季大雪封山，更是进退两难。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一旦发生大规模冲突，我国后勤运输能力跟不上，很容易便会深陷被动局面。在20世纪中期那个藏边防务的艰难时代，我国综合考虑下，还是选择了撤出藏南。但这举措也彰显了我国愿意通过友好谈判，并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边境问题。然而，印度对此置若罔闻，时至今日仍在边境地区小动作不断。但时过境迁，今日之中国已非当年的中国。在军事以及战略等多方面的巨大差距下，印度在边境问题上越发被动。回顾当初撤出藏南，牢牢控制阿克塞钦的战略决策，更能体现我国在战术选择上的强大前瞻性和战略全局性。阿三前提就是错误的，因为他默认了印度对藏南地区的主权，也默认了印度对阿克塞钦地区有主权的这种声明。但事实上，这两个地方的主权都属于中国，印度对这两个地方的任何的主权的声索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和印度换任何东西，我们只需要收回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土就完了。有人可能会说，印度现在实际控制着藏南，我们拿不回来，不如换一下，至少能拿回阿克塞钦。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懂什么是领土主权。领土主权是完整的，是不可分割的，一寸都不能少。今天你同意用藏南换阿克塞钦，明天印度就会要求用阿克塞钦换新疆，后天就会要求用新疆换整个中国了。这种妥协退让只会让印度得寸进尺，只会让中国失去更多的领土。而且印度人真的会遵守协议吗？别做梦了。印度从来都不是一个讲信用的国家。回顾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当时中印双方已经通过了军长级的会晤，达成了共识，同意双方的部队脱离接触，逐步后撤。结果呢，印度军队背信弃义，在6月15号的晚上突然派出数百名士兵非法越过实际控制线，袭击正在场地交涉的中方官兵。他们以为靠着偷袭和人数的优势就能占到便宜，结果呢，齐发宝团长带着几名战士张开双臂挡在印军面前，毫不畏惧。后续的增援部队赶到之后，立刻展开反击，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就把越线的印军全部都击溃驱离了。这场冲突中只有解放军4名官兵英勇牺牲，1人重伤，而印军呢，印度官方自己都承认有20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上校团长。纳拉瓦内在他的回忆录《命运的4颗星》里面亲口承认，还有80多名印度的士兵被中方活捉，70多人受伤。印军在战场上丢弃了278件武器装备，包括15挺机枪和3门迫击炮，狼狈不堪。这就是印度军队的真实水平，这就是印度人的信用。他们连自己签字画押的协议都能够撕毁，连最基本的国际准则都不遵守，你还能指望他们遵守什么互换协议呢？就算中国真的傻到同意和他们换，他们拿到阿克塞钦之后只会更加得寸进尺，只会继续在边境挑起事端，只会继续蚕食中国的领土。纳拉瓦内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个荒唐的方案？其实说白了就是印度自己撑不住了。藏南地区对于印度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包袱，一个烫手的山芋。印度在藏南地区驻扎了10几万的军队，每年都要花费几百亿美元的军费来维持对藏南的控制。但是藏南地区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印度投入的这些钱根本得不到任何回报啊！而且国际社会根本不承认印度对藏南的主权，印度在藏南的统治永远是名不正言不顺呢。而阿克塞钦呢，印度虽然一直对阿克塞钦有主权的声索，但他们心里清楚，他们根本不可能从中国手里夺走阿克塞钦。中国在阿克塞钦修建了完善的基础设施，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印度军队连靠近都不敢，所以纳拉瓦内才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想用一个自己拿着烫手又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藏南来换一个中国绝对不会放弃的战略价值极高的阿克塞钦。他以为这样印度就赚了，其实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白日做梦而已。三哥，嘿，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